在大理的日常就是我每一天早上都会在天台晒足2个小时，然后再配合这一套全身拉伸，真的超舒服。我们先来把左胳膊架到右胳膊上面，向远方延伸，头向后扭，眼睛去看左边的肩膀，但是不要耸肩，去感受整个肩膀还有手臂的拉伸感。拉伸就是把身体的筋膜彻底的舒展开，比如说这个动作，你的上半身就是向上走，胳膊向旁边，然后头向后扭，就是有一种让你的身体向四面八方延展的感觉。换拉伸另外一个肩膀以及胳膊。然后来拉伸胸椎还有脖子，手在后面做交叉向后拉，胸向前挺，打开胸腔，然后把头抬起来冲向天，拉伸整个脖子，但是嘴不要张开。多做这个动作对消除颈纹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是抬头的时候要把嘴闭住。接着来拉伸整个侧面和腰线，左边的手按住地面，右面的手越过头顶向远方延伸。有没有感觉到你整个的右边被拉得很长？左边支撑的那个肩膀不要耸肩啊，去感受你的呼吸，每一次的呼吸都让自己向上延展。好，换来拉伸左侧，注意肩膀沉下去，不要耸肩。OK， 接下来我们来拉伸斜方肌，先拉伸左边，把左边的胳膊向下走，右边越过头去扶住耳朵，然后轻轻的往旁边掰一下头，让你左边的肩膀远离耳朵。好，来让右边的手臂向下勾地，左边轻轻的扶住耳朵往旁边搬，让右边的肩膀远离耳朵。然后我们来四足跪立做猫式伸展，拉伸整个脊柱，让脊椎一节儿一节儿的向上拱起来，把你的背部拱得高高的，然后再一节儿一节儿的落下去，你就感觉自己是一只小猫咪在伸懒腰。但是做这个动作一定要收紧核心，不要让肚子膨下去，把你的脊椎想象成自行车链条，要一节儿一节儿的去动，而不是一个整体。然后是肩胛骨和肋骨的拉伸，
先把左边的手臂抬起来，放到胸下面，和上半身保持平行，然后从右胳膊下面穿过去，将整个身体向后扭转，尽量让你的耳朵和肩膀贴住地面。好，恢复腰背平直，再来把右边的手抬起来，放到胸下，然后从左边穿过去，保持深长的呼吸。然后向前趴，进入婴儿式，拉伸整个背部，配合好呼吸，每一次的呼吸都要让胳膊向前够，就是有那种延长的感觉，能够多远够多远。OK， 上半身彻底拉伸完了，我们来拉伸腿。右腿向后迈一大步，然后把上半身直立，去拉伸右边的大腿前侧。把右腿向后走，身体稍微向下压，让右边的大腿彻底的拉伸开。好，来换拉伸左边的大腿前侧。把右面的小腿向前折叠，与身体尽量保持平行，然后向下坐，去拉伸我们右面的臀部。这个动作也是我每一次臀部训练完了之后的拉伸。然后换拉伸左边臀部。哇，真的这个被阳光直射着，然后去做拉伸，感觉太舒服了，就是跟室内的拉伸完全不一样，就感觉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能量。怪不得很多那种瑜伽大师都是喜欢去大自然、去大森林里面练的，果真的是室内不能比的。Hello， 有一些朋友已经看到我的 IP 地址变了啊，的确我已经离开云南了，我现在在雾都重庆。真的，重庆和大理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感觉。大理就感觉是天赐的那种蓝天白云、阳光，大自然的感觉。然后重庆，别看现在雾蒙蒙的，但是它晚上亮了灯之后，就是人为的高科技、魔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吧，人生在世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每天重复同样的日子是一件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尤其是我这种数字游民、自媒体职业者，我的工作就是家里还有这一部手机，我不依附于大城市啊，我每一天的生活甚至都谈不上3点一线。家附近的商场还有公园，我甚至闭着眼睛就知道该怎么走。
我就觉得吧，我就像游戏卡 bug 一样，卡在了一个固定的场景。我想要那种鲜明的活着的感觉，去切切实实的感受那种喷薄的生命力。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健身，我就爱运动。你让我天天搁家里待着，我实在是精力无处安放。那有些人就会说，难道你就不管你儿子不管家了吗？我带我儿子从出生到13岁，一直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对他的什么性格啊、价值观啊、人生观啊，包括学业啊，都已经非常有把握了，并且他现在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我觉得他在青春期的时候跟爸爸多一些互动，应该对他更有好处。像今年他的寒假就是在大理过的，他小年纪就体验到了白天上房揭瓦，晚上夜晚关心，然后去洱海去看蓝天白云的这种快乐，难道不应该更珍贵吗？现在他初中了，学习我已经完全辅导不了了，而且男孩子的性格已经基本上成型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带给他最大的就是带他多看看这个世界，多看看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对不对？第一站为啥选择大理呢？第一是因为我的那个城市，尤其是冬天，就是阴雨绵绵的，基本上看不到太阳，所以我去大理就是为了找太阳，充满能量的。我觉得城市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能量场，有的能量就是清澈而强悍，有的能量场就是蔫了吧唧的那种。如果要是你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每一天都焦虑不安，尽早远离。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就看你敢不敢踏出那一步。首先你要活成一个开朗的、有追求的精力满满的妈妈，而不是那种我天天的在他身边去写作业，去干这个干那个，有点扯远了啊。反正我吧，一直追求的就是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我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自由。我上个月写过一篇微头条，就是其实我不是说想走就走的，在走之前我已经努力了大概有2-3年。就比如说现在我出来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我没有拿家里的，没有拿老公的还有就是儿子的独立性，比如说今年他就自己坐了飞机，全程都是自己弄的包括托运行李换登记牌什么的，而且还有家里人的支持。这个都是做了长期的渗透的不是说我很自私的说走就走的那种。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工作，真的毫不夸张的说，就是因为屏幕前的你们因为关注我的大部分都是跟我同龄的妈妈们，接到过越来越多的私信，就是我能给你们带来能量，我特别特别的高兴。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只局限于在家里健身我应该多出来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多带你们看看女人有另外一种活法。今年我也快40岁了，谁说40岁就不能看山看海了呢？今年我还要骑行，我还准备去学冲浪，让我们所经之事皆为乐意，一起加油吧！看底下是轮船，上面是地铁，是不是好漂亮？在大理待足了100天，每一天都是在这种蓝天白云阳光下醒来，时不时还会有一些小惊喜，真的非常的幸福。每个上午呢，我都会在天台晒足2个小时的太阳。晒太阳的时候，我会做一套脉轮冥想，然后是一套拉伸训练，打开全身的筋膜，之后再来半个小时的站桩，就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来大理这3个多月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一，睡眠特别的好，晚上好像基本上都没有做过梦，然后从来没有皱过眉头，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嘴角带笑的那种感觉。下午呢，大概是2-3天做一次运动，但更多的时候，朋友会带着我去当地的老院子里喝茶喝咖啡，也会在洱海边躺着晒一下午的太阳，看像是海鸥，也体会到了各种的集市文化。是火腿，这是腊排骨，这边都是腊肉，这是卖乳扇和鲜花酱的。放寒假把我儿子接了过来，小年纪他就体验到了上房揭瓦的快乐。小的时候我奶奶家也是平房，我也是这么晒太阳的，现在城里的孩子都体会不到了吧。晚上我俩一起躺到露台上看星，他说了一句话非常让我感动，他说妈妈，原来星星真的会铺满天空，并且它们真的会眨眼。书上写的，歌里唱的，不应该只出现孩子们的想象中，这也是我出来的原因之一。我要尽我所能的，在他思维还不固定的时候，带他多看看这个世界。然后超过看这棵银杏树，它已经360岁了。大家可能都认为在大理这么悠闲的环境里无所事事摆烂的人很多吧，其实不是，
摆烂和松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反正我在大理认识了几个常住好几年的新大理人吧，他们哪怕没有多少积蓄，但是精神非常的充足。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说无聊这2个字。我呀是非常非常不喜欢丧的人，也接受不了丧的状态。就比如说我和他们可以在洱海阳光下躺一天，但是晚上回去还会把当天该做的事做完。大家都活在自己喜欢的状态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正因为做的是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所以能很快的完成。完成了可不就是晒太阳喝咖啡吗？所以在大理有一句戏言是，你不要看月薪，你要换算成时薪。我的建议是，如果要是你想来大理，你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旅游城市。比如说你租车环游一圈洱海，和在洱海的草地上躺一天是2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还有网红的咖啡店和老院子里面的咖啡也是2种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我刚去时候的古城，但是我没有录人多了之后的古城，因为已经人挤人走不动了，尤其是那些在古城里面2、3点还喝酒唱歌的人，还有在大理大区洪胜路不顾车辆来往打卡的。我希望你们能维持住大理那种乌托邦的感觉。总之呢，大理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城市，但是它能让你充分的感受到活着真好。大年初二，3塔之上，七彩祥云，手机原图直出，没有加任何的滤镜。哇塞！能相信这是我停练3个月刚从四川回来的肚子吗？真的，关于练肚子还有练臀的这一块，主打的就是一信手拈来。来，躺到垫子上，先来一个小卷腹练上腹。为什么叫小卷腹呢？是因为我们起来的幅度很小，让我们的肩胛骨上端离开地面就可以，就是折叠你胃的这一块。小肚子、腿还有脚是放松的状态，卷起来的时候把气吐尽，恢复的时候吸气，配合着这个呼吸频率来。可以用手摸一下胃的这一块，你卷起来的时候它会变硬，对吧？这就是你的腹直肌上端在收缩。虽然吧，小肚子也没有变大，但是毕竟停练了3个月了，所以今天的难度比较低，算是一个简单版的全方位练腹。好，上半身稍微往起卷得高一点，现在用手去戳一下你的腹部，是一个硬邦邦的状态吧？保持住这个紧张的状态啊，然后我们来把右边的腿伸直，然后来抬腿放下，训练我们右边的下腹。屈髋练的就是我们的小腹啊，这个动作的进阶版不就是把2个腿同时抬起来还有放下吗？但是你下腹力量还不够的话，2个腿同时抬，你的腰非常容易的向上拱。这样子的单腿训练呢，就尽量让我们的腰椎去贴住垫子啊，不要让它动来动去的。腿向上抬的时候把气吐尽，还是跟着呼吸频率来。然后来换腿，但是肚子不要放松，一直要保持紧张的状态。看我的腰一直是贴住垫子的吧？如果要是你腿抬得太高，你的腰不自然的向上拱的话，你就放得低一点。这个是根据你自己训练的程度来的，不是腿抬得多高，是以腰不出现空隙为准。躺下稍微休息3秒钟，然后来练侧腹。上半身依然卷起来，然后用右手肘碰左膝盖，左手肘碰右膝盖。这个动作是旋转腹斜肌，所以并不是说你的手肘和膝盖一定要相碰，而是有那个旋转腹斜肌的这个力度。碰的时候把气吐尽，恢复的时候吸气，依然是跟着呼吸频率来。练腹呼吸也是很重要的，你看我别的训练基本上不讲呼吸，因为大部分的训练你的呼吸只要舒服就可以，但是练腹一定要卷的时候把气吐尽，然后恢复的时候吸气。然后躺着的部分结束，休息3秒钟，我们坐起来，把腿伸直，手撑在后面，把身子抬起来，先来15秒的斜板撑，把身子撑成一条直直的斜线，臀收紧，肚子收紧，不要掉下去。说了1万遍了，让腹部紧实的根本在于腹横肌。练腹横肌最好的就是各种静态保持。上半身保持住，然后来提膝屈髋，训练下腹。这个动作就是深层核心和小肚子一起练。向起提膝的时候，屁股不要掉下去。
然后来坐下来，俄罗斯转体练侧腹，上半身要微微的后倾，然后转动你的腹斜肌，脚不要踩实地面，轻轻的搭到垫子上就可以。左转和右转的时候把气吐尽。OK， 坐着的部分完，然后我们来斜着，可以稍微休息5秒钟。先来斜板撑训练深层的核心，但是今天难度不大，把上面的腿伸直就可以，但是不要踩实垫子，如果可以的话，让你的脚离开垫子，下面的腰不要掉下去，让身子撑成一条斜线。然后来提膝碰肘训练腹斜肌，做的过程中腰都要保持向上的状态，不要掉下去。然后翻到另一面，先来15秒的斜板撑，再来提膝卷腹。好，最后2个动作了，先来30秒的平板支撑。平板支撑的要点之前出过很多的视频啊，今天就不讲了。像这个平板支撑以及刚才的斜板撑还有直板撑，训练的都是我们的深层核心。深层核心你就把它想象成肚子上的松紧带，是不是这个带子越紧，你的腰围才越小？但是呢，深层核心不关马甲线什么事儿啊，马甲线是腹直肌和腹斜肌之间凹陷的线条，所以为什么我说每一次练腹都要全方位的训练呢？OK， 最后来一个冲刺的有氧动作，登山跑。你要是加快速度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动作。如果要是你单纯的想练腹呢，就提膝的时候稍微去卷一下你的肚子。好，趴下来，腹部拉伸，不需要把上半身折起来的太高啊，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腰椎受力，我们拉伸的是前面的腹啊，不要去折叠后面的腰。然后来向前趴，进入婴儿式，拉伸背部。腹啊，可以天天练，这个想练几遍练几遍，它就是要中强度多刺激。腹的训练模式就是根据你的程度，以不变形做到力竭，这样子最好。
Everybody says it's time to one at a time. A 5, 6, 7, and 4 range. Squeeze those biceps. 4 more and 4. Outside, shoulders down. Good, now bottom range. We go half and drop. Half and drop. Navel to spine. Good. Now top half. Up and stop. Good. All the way and down and up. Keep going. Good. Now turn the palms up. Full range, all the way up and down. Shoulders down, neck relaxed. Good. Bottom half of it down and stop. Down and stop. Top range and stop. And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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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 range all the way up and down. Keep going. Let's do 8 more. 8 plus 8. Pulse the biceps fairly good. Time to do it. Squeeze. Good. Now open them up to the side. We go. And lifting down to range. Pull the biceps. Inside of your line. And squeeze 4 more. Don't forget to use your breath. This is big fun with calibrate being right down and up, half range, and stop. Down and stop. Good. From the top and here. 2, 3. Good. Full range, all the way down and up. Good. Make sure you're pulling in that core, keeping it nice and tight. Keep going. Do 8 more and 8, 7, 3. Let's bring our feet together. We're going to do tricep extension. We extend out and in. Good. Relax that neck. Make sure you bring that belly button towards your spine, navel to spine. You'll extend at the top of your range. Extend tricep extension. Keep going. Let's do 8 more and 1, 2, 4, 4 more, 5, 6, 7. Good, leave it there. Let's do little pulses. We do bend, extend. We'll turn side on for a minute. So you can see me bend, extend. Hi. Oh yeah. And bend, extend. Good. Now we're going to pulse them up. We go. Good idea. Up, up, up. Little pulses. Navel to spine. Relax the neck. And breathe. Squeeze. Good. Keep going. Up. Now let's bring them about over our heads. We go down and up. Down and up. Down. Good. We turn side on so you can see. And up. And up. And double time we go and pulse. And pulse. Oh yes. Push
Good. Stay there. Breathing them out. Hold them here. With your chest squeeze. So we bring your elbows together. As we squeeze, 4, chest we go, 8, 7, 6, 5, 4, 3, 2, and 1. Bring the arms down. Let's lift. Shoulders. 1, 2, 3, 4. 4 more. 5, 6, and side. 2, 7. Lateral lift. We go and fly up and squeeze. 2. Slightly bend those elbows and little pocket point higher. Slightly bend and up.
我终于要在大理开启训练了。真的，自打我来大理2个月了，我一天都没有练过，再加上中间阳了一次，而且尤其是上个月我儿子来，我就陪着他天天各种炫，真的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儿子太能吃了，我每一天就是感觉早上吃完晚上吃，晚上吃完早上吃，8斤，整整长了8斤，就是现在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恢复训练，还有正规的饮食。但是呢，我相信你们肯定和我一样，也很久没有动了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今天我们就从一个全身的拉伸开始，把我们全身的筋膜先打开。感觉都僵硬了。看我这一屋子的阳光，还有后面的大美苍山，在这个环境下运动简直太舒服了。OK， 来拉伸。来，我们坐到垫子上，从上到下的依次拉伸。先来前点头，后点头，左点头，右点头。活动一下我们的脖子，做4遍就可以。然后来活动我们的肩膀，向前，向后。向前的时候稍微弓一下背，向后的时候去把胸部彻底打开，拉伸我们的肩膀还有胸部。好，然后我们来拉伸腹部。先把我们的右手撑地，然后左边的手抬高，抬头去看我们的胳膊，拉伸我们左边的侧腹。注意的就是右边的这个肩膀不要耸肩啊，让它去沉下去。这样看得清楚吧？哇塞，我的这个屋简直就像暖房一样。好，然后我们来把左边的手撑住地，右边的胳膊抬的时候去拉伸我们的右边侧腹。左边的胳膊不要耸肩，不要耸着啊，舒展开，眼睛向上看，对不对？整个我们右边从胳膊到腹部都有一个拉长感吧。然后怪不得冬天的蔬菜还有花果都喜欢温室了，我这个玻璃房简直就是个大温室。OK， 哇，肩颈已经很舒服了吧？然后我们来拉伸我们的脊椎，猫式伸展，这样子看得清楚。就感觉你的脊椎在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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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把你的背拱起来，然后再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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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落下去。好，然后让我们的腰背平直，先把左边的手抬起来放到胸口下，然后从右边穿过去，穿针引线，让你的耳朵还有肩膀贴住地面，把你的左胳膊放平，感受整个右边背部的拉伸。我们的腰椎这一块是不动的啊，是扭转我们的上半部，
好，然后来恢复四足跪立，然后把我们的右边的手抬起来放到胸口下，从左边穿过去，放平。OK， 来，屁股放到脚跟上，手向前够，让你的额头抵住地面，拉伸整个背部，婴儿式。是不是非常舒服？我简直就要睡着了，真的是，这个有阳光简直是太舒服了。但是呢，就是因为它阳光很好，所以它也非常的干燥。大地特别特别的干，我一个油性肤质来这儿，我都觉得干的不得了。好，上半身拉完了，我们来拉伸下半身。来，下犬式，尽量让我们的脚跟挨住地面挨不住也没有关系。最开始我也挨不住，慢慢的腘绳肌，当你有柔韧性够了，你就能挨住了。然后让我们的上半身像滑梯一样，屁股去找天花板。好，然后我们来拉伸整个大腿后侧。然后来垫脚，这样子的更多的是来拉伸到小腿。我这样子的倒着说话，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怎么样？有了麦这样子的说话好，还是之前配音的时候好呢？这样子的我就是方便一些，省到后面配音了。最后一个动作，拉伸大腿内侧。来，岔开，脚尖全程冲上，大到最大，然后向前爬，去感受你大腿内侧的拉伸感。哇塞，我以前胳膊能全趴下了，现在只能到达这个地步了。就是你不要为了特意往下趴，然后你的脚尖冲前脚尖一定要全程冲上。2个月没动了，真的感觉全身都是紧的。拉伸整个的大腿内侧，还有右侧的胳膊以及腹部，按你自己的程度拉如果要是够不到脚尖，就去扶小腿。毕竟咱又不是跳舞，对不对？不要让自己受伤。
OK 了。今天是一个针对腹部的有氧训练，会有一点点累。首先，到位支撑训练腹直肌以及腹横肌，核心收紧啊，用腹部发力去折叠身体，尤其是向前的时候不要塌腰。一共做12次。本来这种支撑类的动作训练的就是我们的深层核心。上个星期的2个平板支撑训练已经给大家讲了深层核心的重要性了啊。然后前后移动又训练到了我们的腹直肌的上端以及下端。用大家能听懂的语言呢，就是专门针对小肚腩还有胃这一块。好，12次之后依然用腹部前后折叠身体，但是向后的时候用左手去够右脚，右手去够左脚。手去摸脚的时候腹部有一些旋转吧，所以这个动作又训练到了腹斜肌，也就是我们的腰线。还是做12次。如果要是你做这2个动作腰疼，就是说明你塌腰了，不要塌腰啊，切记。好，12次之后把身子稍微稳定，休息那么几秒钟，我们来第一个有氧动作登山跑，用你最快的速度跑30秒，稍微往起撅一点点屁股，又能练习到了臀部以及下腹。如果很累的话，在这暂停休息个10秒钟，因为下一个动作还是一个有氧。来30秒的平板支撑开合跳，尽量让我们的上半身保持稳定啊，它跟上一个动作不一样，上一个动作用你最快的速度，然后这个动作可以稍微慢一点，就是让你的上半身稳定住。OK， 再来歇一会儿。真的，我以前做这些动作都是无间歇的。就之前发很多有氧训练，大家问为什么中间没有休息的时间，我以前真的就是一口气完成的，现在也要休息喽。好，这个动作是12次的平板支撑提膝转体。平板支撑练深层核心，提膝的时候练下腹，转体的时候练侧腹。有点累啊，坚持一下。这个是平板支撑类的最后一个动作了。然后来转过身子来，我们做反向支撑，臀发力向上顶，肚子向下收，让身子形成一条直线。先来保持30秒，在这个30秒里面，你的肚子、核心、还有臀、还有大腿内侧一定是要牢牢收紧的，就让它越紧越好。肩膀发力，手腕放松。然后来12次的向上举臀，你也可以想象成一个反向的卷腹。然后来撑住，左手摸右脚，右手摸左脚，让身体保持稳定。这个又练习到了腹斜肌。好，翻过来做拉伸吧，还行吧，这个强度。